慧仁姐，现在中国除了忙着大家一起养小龙虾之外，他们更在讨论一件事情，到底如何做好向上管理，我们才能在职场这个突飞猛进、飞黄腾达。结果他们说，一个最好的 model、最好的范本是谁？就是他的全国政协委员，叫做吴岱瑟。他太厉害了，他竟然在这个所谓这个相关的会议上面的时候，他说他参加政协，结果他的对面就坐着习近平。他说，他看到习近平的时候，那一瞬间，那是一股幸福的晕眩感涌上心头。我心想，是搞什么？是恋爱了吗？赵和，今年是什么年？马年。对，马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吴岱瑟的，马上立出，马上发达的新标杆，怎么样？拍马屁拍马屁，吓死人了！拍了，人家都说啊，这个皇上啊，拍皇上的马屁，这个可高招了。哎，拍到什么地步啊？老天！人记者采访他说，哎，你这一次参加这个政协，那这个跟习主席的互动，怎么可能？我竟然发现我的位置就在总书记的正对面，一下子幸福瞬间就笼罩了我，真的有点晕眩的感觉，而且还是可以对着摄影机讲出如此恶心的话。然后呢，人家就心想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会不会也太超过了？”他讲的非常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没有，哇，他讲的可细了，这不是一个未知的巧合，更是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领袖风范的珍贵机缘。接下来2个小时，我就这样坐在总书记的前面，见证着他每一次的提问、每一句的点评、每一个眼神。哇塞！他也写太细了吧？每一句点评，每一个眼神，他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习近平。哎，这不是开玩笑，我们还特别把这张图直接截出来。他真的就是坐在什么习近平的对面，而且你看他的头，对，你看他头，你看这个头从头到尾没有低下来过，他就一直这样仰望着他，他就这样子一直凝视着他。对，就他还讲，他文中还有写哦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哦，在其中一个院士汇报的时候，习近平啊，他就说就习近平的提问温和而专注，在蒋建东委员发言的时候，他的追问带着探讨的语气。对，在巴桑卓玛委员讲述高原故事的时候，他的神情随着内容起伏变化，时而凝重，时而欣慰。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倾听者，是一个真正在场的对话者。他就这样讲了。而且吴岱瑟，我觉得他最厉害是什么？像刚讲一大堆，他脸不红气不喘之外，他是怎么形容他这一次走进去？他说呢，你看哦，他说我走进会场的时候，其实在位置的分布图上，我找不到我自己的名字。结果工作人员就指引我他说，哎，你的座位呢，可能在最前排，所以我循着这个指引望过去，嘿，还真的在正对面，而且对面是谁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前排。我的名字静静的待在那里，他讲的是那种缘分，那一种命运的安排。最重要是那一句话，一瞬间幸福感渲染了我整个心头，有一种晕眩的感觉，祖坟冒青烟。你看整个采访的过程，喜滋滋，而且那一种幸福感，隔着这样一幕，我都可以感受到。这大概是他几十年来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天。就是心里想说，他一讲出来之后，他想说，天哪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连中午网友到现在都没办法看得下去哦。有网友说什么？为什么是会晕眩？你跪久了起来，当然会晕眩啊！对，这有道理哦。会血压很低，你知道？对，有问题的。对，有可能跪太久起来，就觉得怎么有点晕啊？他以为是幸福感，事实上是饥饿感匮乏感。搞不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自己是讲的一瞬间这样一整篇话，还有这个影片就在整个微博上，然后还有中国的社群网站上爆红，大家短时间流传这么多，是不是就觉得？习近平现在好像都只喜欢用这种人哦。我们不是这2天在讲吗？真的假的？清掉这么多那种他觉得有2星的人，对，2星，他真的完全都希望旁边人是逢迎拍马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你刚刚点到一个重点了，搞不好他就是听到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讲不准有2星，所以出来讲了大概15分钟的，完全是习主席为效忠，完全不敢有2星。所以现在大家都心里想说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文章才会被人家马上就下架，好像有一点大家都有样学样。
那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？你看现在又有另外一篇文章，有没有让斗争精神成为锐利的武器？对，这个很有趣哦。这个写这个人啊叫蒋多黎，而且这一篇文章是出现在哪？这是中国的解放军报哦，对，不是一些什么小小的什么官媒、小小报纸，对，是中国的解放军报。对，然后你知道他讲的很有意思哦，他讲什么？他说以前啊，在那个这个1940几年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英勇的一个叫董存瑞的，你知道董存瑞他超级厉害，他其实哦在19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变成加入共产党，19岁的时候他就在跟国共内战的时候，他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这个共产党其他的一些军人啊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他拿着炸弹啊就往那一个碉堡冲啊，然后一手子弹的炸弹，然后跟说弟兄们趴下，然后他就冲上去，然后就这样就是以身殉职，然后就炸掉，等于是有点舍己救人的意味在啊。结果你知道他这篇文章在讲什么？这个人是曾经跟这个董存瑞在打仗的时候，他说以前啊，这个董存瑞啊，他那时候已经当了小主管的小兵啊，就是那个军营里面的一个带队的主管。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？哦，有一只猪。然后呢，这个伙夫啊，就心里想要讨主管欢心啊，他就拿那个猪心有没有，就切一切。那我问你嘛，整个军营营队里面几百人，你一颗猪心你是能喂几个人？所以那个人就不要讨好他，他就特别捧到了这个队长啊，董存瑞的前面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董队长，这一颗猪心啊，让你好好吃。”结果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吗？董存瑞一看，他就说：“哇！今天如果吃了这颗猪心，我就失了整个军队的人。怎么只有我能吃？大家没有得吃，大家就不会服我了。是，所以他就说吃了猪心失了民心，所以后来他就决定这个猪心给大家一起吃。我心想说这个也太夸张，猪心你其他人可以吃猪肺嘛，可以猪大肠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但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他就有了这句名言，妙的来了。你知道他这篇文章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吗？对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去搞那一种特权阶级，不要好像说你最伟大，你英雄主义，不要去搞那一些，那一个你就是要勇于百花齐放，对不对？你要勇于让大家都批判你。这个蒋多黎他写的非常细哦。来，我们看到这里，他说董存瑞同志真的不是一口吃的，而是官兵一致的原则，点出的是不搞特殊的本色。对，他在暗示谁？不是这一篇文章就在这个清洗过后，在解放军报用了猪心去形容，这太明显了吧？是，而且还讲什么？他说从英雄的故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斗争的精神绝非只向外部的硬对抗，更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内省视。所以他这个意思很明白的，就是说，你习近平啊，你觉得全部的人都对你有二心啊，那你有没有对你自己好好的省视啊？还把老毛给抬出来了，拿毛泽东的话来讲了。毛泽东同志曾说啊，让人讲话，天不会塌下来。任职以来，我始终把一盘炒猪心的警示记在心里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人忘啦，有人这一盘猪心啊自己独享啊，有人这个东西啊自己吃啊，有人自己把整个锅子都端了，然后让得罪了其他的人啊，他暗示谁？讽刺谁？他其实讽刺的其实就是习近平。你刚刚不是说吗？这篇文章从哪里来的？对。解放军报，然后习近平最近一直在搞谁？解放军啊！这次人大18名解放军的人大代表，只有5个出席，13个都被干掉。你说他们下面的人服不服？当然不服嘛！他一定心里想嘛，你自己吃猪心就算了，你还把所有同桌的人全部都赶下桌了。所以这篇文章出来的这个时间点，特别让人家觉得是不是？指桑骂槐。那除了这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一件事情越来越不寻常。为什么习近平要在那个会议里面特别强调不准有二心？因为现在大家忙着弃暗投明啊！老天啊，我们这个美国 CIA 招募线人，我们之前都有谈过嘛。第1步、第2步、第3步，对，一大堆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1个多月前哦，那个不是才释出吗？他现在你看看，他已经最高的那一个6494万次
而且我跟你讲 ，CIA 它这一个影片出来是有中文版跟英文版的，中文版有字幕版的来到6494万次，英文版的20万次，对，就没有人看啊，所以代表根本就是中国人在看，因为中国人看不懂英文，所以他就看。这一句话很可怕，6000多万，如果真的是又是中文版比较多的话，对，真的大家要搞一个弃案投名嘞。是啊，是啊，而且它不是有3部嘛，现在其中1部就6700、6、7000多来部，所以他们说整个3部加起来现在1.2亿耶。我告诉你，中国说啊，习近平老师说有14亿人口，我认真考虑，你搞不好其实只有7、8亿人口，然后呢，7、8亿人口里面就已经有1.2亿的人都看过 CIA 的这个招募线人的这个影片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习近平，你毛不毛？你当然毛啊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今天全中国人都在看。第一个就是恶心死14亿人口的，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吴代社，那个非常马年拍马屁的一个新标杆的一个影片之外，再来其实就是解放军的这一篇文章，让人家觉得内部有不同的意涵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